最近我国多地持续高温，让很多网友又想起了风扇绑瓶子的降温方法。据说此法是从印度或孟加拉引进，前几年曾风靡一时，但用温度计测量瓶口处发现出风温度变化微乎其微，所以它并不能制冷。但把若干瓶子切开绑在一起，确实制造了很多收敛型流道。将其粘在电扇上吹风，就可使气流从大口进入，在瓶内加速后从瓶口吹出。当人体靠近瓶口，就会由于皮肤局部散热增强，使体感温度更低。虽然有些网友经实际体验，确实感到风扇套上瓶子后风力更加集中且风速增大，似乎可堪一用，但也有不少网友反映瓶口风力更弱，还不如电扇直吹。既然都是电扇绑瓶子，为什么效果差异如此之大呢？原来是有些瓶子里发生了气流阻塞，造成出风减弱。那么本期我们就来研究气流阻塞的原因，以便能做到量入为出，使瓶口获得较高风速。为研究气流阻塞，我们先来到酷热的印度，参观一个用煤炭和恒河水制冷的空调。其原理是用锅炉烧出高压蒸汽，像一根拉瓦尔管喉部喷射亚音速气流，由于气体在喉道里等熵膨胀，持续降温减压并加速，会在最窄处达到音速，在扩张段达到超音速，导致喉道出现很强的负压。再连上管子从水罐抽气，水就会在低压下沸腾。通常水罐里气压可低至2000帕，使沸水温度保持在18度左右，从而将吹过罐子的气流变成冷气。这虽然看着不错，但有个缺点，就是管中的超音速气流会制造正极波，堵住截面，使波后气流又减速到亚音速。因此，一旦最窄处马赫数等于1，则正极波就开始节流，即便入口流速继续增大，管道流量也不会提高，从而形成了拥塞，造成水罐的气压无法继续降低。如果让入口气流提高到超音速，在一定流量内，喉部并不会对气流造成扰动，但喉道狭窄到一定程度，就会造成进入的气流发生堆积，反压升高，于是在入口形成正极波，结果进入的气流还是减速到亚音速，并在最窄处达到音速，在后面加速到超音速，又形成了正极波，再次使管道拥塞。可见管道造型是导致气流阻塞的根本原因，而这对低速气流也同样适用。比如里海怪物地效飞行器，身体肥胖而翅膀宽短，怎么看都是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但在低速飘航时，发动机喷管会下偏，向机翼和水面所围成的空间里吹气，看起来这个空间一头大一头小，流道呈收敛型。按常理，气流在其中应该加速减压而将飞机吸住，无法离水才对。但实际上，当入口气流速度较慢时，只要放下机翼，让入口和出口的面积比大于临界值，就会引起出口附近气流阻塞，导致排气速度受限，腋下压力升高，从而形成气垫将机身托起。反之，当航速增大，入口空气流速提高，则气流阻塞的入口和出口临界面积比也会相应减小。因此，高速前进时收起机翼，减小阻力，依然能继续制造气流阻塞而维持电升压力。这个道理对电扇上绑着的瓶子同样适用。当瓶子的收敛度一定时，如果入口风速超过临界值，就会造成瓶内气流阻塞；而当电扇风速一定时，瓶子的收敛度超过临界值，也同样会出现气流阻塞。此时继续增加电扇转速，就无法使瓶口风速跟着提高。因此，在电风扇的最大转速下，选择锥度较小的瓶子，以避免气流阻塞，才能获得尽可能大的瓶口风速。只有完成了这一步，该制冷神器才算是基本大功告成。接下来只需打开空调，你就会惊喜地发现瓶口竟真的吹出了凉风。